2025年7月19日，由中国总理李强亲自主持雅鲁藏布江墨脱水电站开建仪式，可见这绝对是一个重大工程。实际上，如果我没错的话，它是这个地球上目前为止投资最大的工程，投资额12000亿元，工期10年，这是世界水利发电工程的天花板，技术难度极高。除了中国，没有哪一个国家有实力去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。当然，该电站建成后，回报也极其丰厚。首先，每年发电量3000亿千瓦时，光按批发价卖电的收入，每年就有1000亿元左右。那么12年就回本了，回报率极高。墨脱水电站的发电量是长江三峡电站的3倍，可以给4亿人供电，差不多可以满足1/3中国人的用电需求。前面提到，投资12000亿，工期10年，相当于每年平均投资1200亿元。这些投资可以带动一系列产业，据说东方电气股票已经涨停。此外，创造大量就业。其三，今后中国能源充足，为人工智能及大数据中心打下坚实基础。第四，由于电力充足，将来还可以出口电力到比如说孟加拉国、尼泊尔甚至印度。将来西藏将成为该地区能源枢纽。第5个好处，那就是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。通过特高压输电技术，西藏的清洁能源可以秒送到需要的地区，让中国甚至让邻国变得更加清洁，环境更加美好。最后一点当然是地缘政治的好处了，印度也不敢再那么放肆了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墨脱水电站是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的史诗级工程，它也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在地球上再次打造的一张超级名片。或许它将成为一个无人能超越的存在，至少目前人类已知技术及施工难度最大的工程，非雅鲁藏布江墨脱水电站莫属。墨脱水电站的开工仪式被外媒广泛报道，当然也少不了阴阳怪气的解读，比如所谓环保风险啊，或者强迫搬迁导致人权问题，再或者导致地区关系紧张等等。不过这也不奇怪，西方媒体什么时候说过中国半句好话？如果他们在一件事上夸赞中国，或许对中国并非好事呢。朋友们，德国《时代报》对此也进行了报道，咱们来看看。中国在西藏开建极具争议的巨型水坝。中国在西藏自治区开建一座巨型水坝，这将是全球最大的，不仅存在环境方面的担忧。中国已开始在西藏建造一座大型水坝。据官方新华社报道，国务院总理李强上周末在位于该自治区南部、靠近印度边境的林芝市举行的开工仪式上宣布该项目启动。李强还视察了该地区其他重大建设项目。中国计划通过雅鲁藏布江上的这座水坝向其他地区输电，同时也为当地提供能源。根据官方数据，北京预计这座由5座电站组成的大坝建设成本将达到1.2万亿人民币，约合1438亿欧元。该大坝建设项目已被中共列入现行5年计划。去年12月，北京方面最终批准了该项目。该大坝预计年发电量达3000亿千瓦时，这意味着其发电能力将是长江三峡大坝的3倍，成为全球最大的水电站。河流下游的担忧，中国认为该水坝有助于实现其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。这一大型项目也引发环境担忧，人们担心当地生态将遭受严重破坏。此外，位于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印度和孟加拉国也对此项目高度关注。印度最近于3月再次敦促中国要确保大坝不会影响其他受影响国家的正常活动。无论如何，大坝所在的地区是北京和新德里长期以来宣称拥有主权的地区。中国把该地区称为藏南，印度则称之为阿鲁纳恰尔邦。领土争端导致世界上2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的外交紧张。好，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看网民评论。第一条评论：仅凭这座电站的规划就表明，中国对环境保护有多么漠不关心，除非涉及自身的工业利益。继续往下，人类狂妄自大的表现。再往下，真正令人不安的是，从规划开始到动工建设，甚至不到5年时间。咱们看跟帖。
而再过10年，大坝就会建成。要是在我们德国，这会儿还深陷在评估审批阶段，连一块石头都还没动呢。继续跟贴。是啊，与德国官僚们的看法相反，这种事确实可行，而且通常效率极高。而德国那套失灵的方法论，看看柏林机场就知道了，工期无限拖延，成本严重超支，多处功能缺陷。斯图加特火车站也是半斤八两。这项通往各条隧道的引线工程，更是连开工都遥遥无期。再看跟贴，像柏林机场、斯图加特21项目或易北河隧道等许多工程，大部分延误都是由附近居民、协会、非政府组织等的诉讼引起的，由此导致的延期，甚至不时出现停工和强制重新设计，有时甚至需要完全重新规划，因为法律有了变化，而设计方案的有效期只有几年，这使得所有进度进一步拖延。像动物迁移这样的小事，倒可以忽略不计，但极其耗时而又至关重要的是生态评估。像中国那样的水坝在这里根本不可能建成，因为它会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系统，实际上会摧毁整条河流，更何况还要驱逐数以万计的居民，而他们对此毫无反抗之力。下一则，如果我们真想退出化石能源消耗，就需要海量的碳中和能源。中国冒着各种风险，勇于真正创新。如果一座水坝能得到明智且负责任的规划与运营，它就能预防资源缺乏，防范洪灾，并持续或按需生产大量能源。不能仅仅因为我们的每一条输电线路或铁路都被拖延或阻碍，就否定这座水坝的建设方式。咱们看跟贴，水坝算什么真正创新？连古罗马人都见过水坝，把这称为创新？呵呵呵。好，朋友们，评论很长，我们只看这句啊，这说明某些德国人是多么无知与自大。他以为墨脱水电站就像在一条普通河流中拦腰剑拔那么简单，也难怪德媒没有报道任何技术方面的细节，比如这段河流的落差2000米是什么概念，用特大型盾构机开凿隧道，使用水的势能建造5座阶梯级电站等等都没有报道。所以无知的读者认为这只是一座规模超大的普通水电站而已。继续往下，这位网民的回答也类似，水车和后来的水力发电站根本算不上创新，这是最古老的能源获取方式之一。中国在这里的新意在于规模，虽然这种规模既令人印象深刻，也同样问题重重。德国知识点评，这位网民也无知无畏地说，建设墨脱水电站算不上什么创新。再往下，我还以为中国只建了几千座新的煤电和核电站呢，现在这又是什么鬼？继续往下，与印度的冲突早已注定，该地区水资源本就匮乏，这就好比德国要是截流莱茵河，荷兰就只能干瞪眼了。看跟贴，其实水坝也可以慢慢蓄水，同样谁都不必干瞪眼。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现在正面临这样的冲突，如果双方能和睦相处，找到解决方案，大家其实都能过得去。下一则，中国很清楚，仅靠风能和太阳能无法支撑一个工业国家，要保证能源供应，核电和水电才是理想选择。继续往下，这种项目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实现，当然没有人会提到多少人将失去家园。再往下，谁控制了水源，谁就掌握了权力。在西藏冈仁波齐峰周边孕育着亚洲5大河流，印度河没有水，巴基斯坦将难以为继；恒河没有水，北印度也将陷入困境。下一则，该水电站年发电量为3亿千瓦时，这相当于300太瓦时。德国全年发电量和用电量约为460至500太瓦时，由此可见该水电站项目的规模有多大。继续往下，从气候保护角度看是好事，但同时也是一场生态灾难。再往下，
环境保护与气候保护的矛盾。可惜，这类具有争议性的项目在西方民主国家已成天方夜谭。即使经过多年讨论和利弊权衡，最终也会冒出无数公民倡议、诉讼等。我们的社会已无法接受那些未能让每个群体都满意的决策。德国知识点评：其实这个项目中方已经充分考虑到环保问题，所以水电站只引用70%的水量，剩下30%的水流保持不变。水中的鱼类等生物不受影响。再往下，太棒了！要我说啊，这堪称最环保的能源生产和储存方式之一。可惜抽水储能电站在我们这儿连想都不敢想，随便哪个小花园里发现个小动物，就足以扼杀所有讨论。下一则，具有争议性是德国人最爱的陈词滥调。在我们看来，国外建的都具有争议性，比如说争议性机场、争议性铁路和争议性水坝。可我们坐飞机、开汽车、用道路和独栋住宅覆盖一切，这些却不算争议性。我们有权这么做，而别人就必须保持原始生活，这其中透着某种殖民主义的傲慢。好，看跟帖。你应该读完这篇文章，尤其是结尾部分。这座水坝之所以存在争议，特别因为有2个国家声称对该地区拥有主权，同时下游国家对其供水问题存在担忧。但既然您提到殖民主义傲慢，在我们国家，该项目必须进行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估，并让公民参与决策。而在中国，平民百姓无足轻重，他们必须迅速搬迁，关键是大坝要建成。好，继续跟贴。在西藏建设一个具有殖民性质的中国水坝项目时，却指责西方存在殖民傲慢，这种说法似乎考虑欠周。德国知识点评：这位网民这么说，是因为德国媒体的叙事是中国当年侵略了西藏，从而变成了中国的殖民地。接下来这位网民显然站在印度一边，因为他使用的是印度地名。他说，该大坝在阿鲁纳恰尔邦附近的林芝地区修建。阿鲁纳恰尔邦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土，印度和中国都宣称拥有该领土。中国人称之为藏南，意思是西藏南部，边界在谷歌地图上仅显示为虚线。这是中印之间紧张关系下一个难以忍受的地方，水资源争夺战进入下一轮。再往下，中国侵略者在西藏数十年的残酷罪行和压迫，如今又通过这座水坝进一步固化，当地居民被迫搬迁，反抗者下场悲惨，长期监禁和酷刑等待着他们。这就是现代化的中国。这位网名为左翼环保保守专制无政府主义者是这样说的：需要搬迁当地居民吗？多少人搬到哪里？有没有补偿？毕竟在中国眼里，藏族人是低人一等的非汉族群体。好，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。西藏人只是在骚扰入侵西藏的中国侵略者，那里的人民没有任何发言权。恰恰相反，任何抗议的人都会被投入监狱，当然没有经过审判，也没有任何法律监督。中国警察任意施虐杀人，那里发生了种族灭绝事件。西藏人现在成了一个饱受折磨和羞辱、没有任何权利的少数民族。即便是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，也可能导致监禁和酷刑。德国知识点评：大家看，这就是西方媒体洗脑洗出来的脑残。他引用的消息来源是美国人创立的 NGO 人权观察。不知道特朗普政府砍掉了资金没有？这种完全颠倒黑白的肆意栽赃中国的东西，在德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无处不在。如果你对此很敏感，在西方国家会生活得非常痛苦。与他说的正好相反，藏人在中国享受各种优惠及补贴，发展得相当好。那年我德国之士走318国道时，看到藏族人的房子都非常豪华，据说一头牦牛就价值2万元左右，有的藏人一家人养上百头牦牛。还有318国道修得特别好。其实中央政策对西藏是非常倾斜的，也就是说非常照顾西藏。同样，德国媒体总是在污蔑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，以己夺人。事实根本不重要，反正他们就信口开河就是了。
总说中国的少数民族受到歧视、受到迫害、文化灭绝及种族灭绝，反正描绘得非常骇人听闻。刚才我就说他们以己夺人，因为欧洲人当年殖民全世界，他们就是这么干的。不管是比利时人在刚果，法国人在非洲多国，德国人在纳米比亚，西班牙人在南美洲，美国人在北美洲，英国人在澳大利亚等等，都如此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到这里，网民们的评论也到头了。你们赞同中国在藏南建雅鲁藏布江墨脱水电站吗？好，请你们参与讨论。咱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